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不过这次 Stephen 又多了一个新的身份，SER 6位站的调查员。你问我这个是干什么的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待我有了更多情报，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吧。目前这份工作，我只会说，似乎比我想象中的有趣多了。对了，今天给大家做这个视频，是因为我在 SER 里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。这是一份报告，似乎这是一个高维度的 SER。高维度似乎不准确，人家这是量子六维，让人不明觉厉啊。总之呢，这个 SER 似乎有着许多有趣的研究，或者说许多观察报告。他们说这不会且无法干预现实，甚至都不拒绝我这么个新人凭着自己的兴趣去翻阅报告。那么下面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这份有趣的报告吧。这份报告描述人类现存的5种职业的未来趋势。这边当然我不会去读，因为有许多东西并不是我能理解的，甚至许多的表述方式都不像出自人类之口，所以我会结合自己的认知，用大家通俗易懂的话来解读一下这一份有趣的报告。报告有好几份，目前我只看完其中5份。今天我们就来先讲一下这5个职业：作家、老师、律师、医生与房产销售。为什么先说作家呢？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好理解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经历了。我们总是回首去看已经成为历史的事，却有时候又不相信未来，那个明明知道会发生的未来。作家这个职业，报告上有一句话很有深意：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其实真的追溯起来，那便是古时候的诗人。在东方，诗人主要以诗为主，用唱的形式表达；而在西方，诗人则主要以歌为主，用句的形式表达。这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诗歌与歌剧。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无论是哪里的诗人，都需要一种方式将他们的作品流传下去。这边开始有了编纂。拿中国举例，最早出现的诗集应该就是《诗经》和《楚辞》，直到宋代开始，越来越多词代替诗，更进一步向着作家的方向发展。如此说来，作家这个职业的产生，按照西汉汉武帝时期的《诗经》来算，距今已经有2100多年。按理来说，经过2000多年的传统，几乎是不可能发生什么改变，又或者说是要改变，便需要耗费比这更长的时间。可事实却是，自90年代互联网兴起至今，纸媒体已经快速被互联网媒体取代，而在这当中，作家就成为一个不得不发生改变的存在。以90年代初的作家为例，作者跟读者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明确的。作家写作，投稿报社，报社发表，连载跟进，接着如果效果好，那便会开始介绍出版社，接着出版社出版，再到书架上架，最后才到读者手中，也就成为我们现在手中的书。这种模式几乎存在2000多年，即便每一环的名称发生了变化，但它的本质没有改变。可是如今，几乎在那短短的10年间，作家这个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。如今，绝大部分的作家甚至已经完全没有了作者跟读者之间的区别。当一个行业的中间及环节被抹去，模糊了甲方乙方概念，那么这个行业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更何况，如今疫情席卷全球，怕是加速了这一变化。有人会问，那么纸媒体是否会消失呢？答案很简单，并不会。就像毛笔一样，它不会消失，只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会使用圆珠笔或者钢笔。对于作家的改变，时代和科技带来的变化，我们已然看见。就像报告上所写的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我并没有完整的去讲述作家这个职业在未来的可能性，是否会消失，是否会被取代，是否会再次发生变化。讲它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去认知，就算你不相信，就算你再不相信，但时代在改变，所有的一切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10年可以改变一个2000年，那么下一个10年呢？好了，有了作家的基础，让我们来讲讲第二个职业——老师吧。对于老师，我便不会像刚才那样简单的概述我们直奔最敏感的话题，也是最直接的话题：老师这个职业在未来是否会消失呢？这个答案在 SER 的报告中也给了一个简单而又直接的答案：不会。即使在量子六维，老师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存在。给出这种答案的逻辑也很简单，在没有自我认识之前，科技的作用几乎为零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样的说法即使不用看 SER 的报告，现实的研究已然表明，多数已经懂得如何学习的人，具有自主学习意识的人，他们可能根本不需要老师，你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时间与科技，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纸质书籍，他们就会完整的学习这件事。可养成学习的习惯，却是除了老师几乎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。这里指的老师不一定是指职业上的老师，而是必须有人类来亲力亲为。如果说老师这个职业在未来究竟会发生哪些改变， SER 倒是给出了几个有趣的观点。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， AI 教学、芯片植入，甚至是 VR 潜行都将会渗透到教育领域以及日常生活中。可正如前面提到的，科技可以给予你一切辅助手段，让你学习的效率几何倍的增长。可最初那种学习意识是需要长年累月，通过每个人之间的不同，被一点点发掘和培养的。这么说的话，相信大家已经清楚，不同于现在高等教育的盛行，考核制度的严厉，这在未来极有可能会慢慢淡化，甚至消失。而幼教、启蒙、低龄化的教育将会盛行，但是那时的老师会与现在大有不同。他们教育的或许更多，不是知识，不是常识，不是生活技能，而是学习的意识以及自我的认知。
第三个职业，律师。对于律师这个职业，SER 给出了一个出乎我意料的答案：律师将不会存在。可当我把报告内容全部都看完之后，深思的我的确有些不知所措。报告中描述，律师并不是一个会直接消失的职业，而且有着很明确的阶段。首先会消失的会是民事律师和行政律师。这点倒是不难理解，因为从法律层面上来讲，这两类律师负责的更多是纠纷性质的案件，而这些案件中所有的资料整理、归档、判决几乎可以是被定性的。也就是说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无论是区块链的加密、量子计算，还是未来产生的更高科技的水平，用 AI 和系统去处理这些事情，无论是效率、严谨程度，还是容错率，是远远比这个职业目前的从业人员还要来得容易。如此长久，的确是有被取代的可能。而为何刑事律师不会在这个阶段消失呢？其实真的说起来，对于刑事案件，证据审核、数据分析、动机挖掘，甚至是最终的审判，相比人类这种带情感的生物，在法律这样严肃的存在面前，似乎 AI 或者更高科技反而更加合适呢？不过这里 SER 提到一个重点，刑事律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取代，并不是因为简单工作层面上的事情，而是涉及到了更深的伦理以及人性。如果单从职业和工作状态上去考虑，无疑未来 AI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但科技产物可以给人类定罪吗？再说的危言耸听一些，科技产物可以决定人类的生死吗？但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律师为何会消失呢？难道人类在最终这套伦理题上会交上一份反伦理的答卷吗？SER 给出的答案是，在长久以后的未来，或许还要更长的时间。当人类认识到集体潜意识，当真正虚拟化来临的那一天，科技也将不再需要去审判什么。当然，人类也不需要。呵呵，对于这个答案，不知屏幕前的你是否和我一样深吸一口冷气，却又实在无力反驳呢？第四个职业，医生。医生又是一个与律师十分相似的职业，说他们相似是因为这个职业中包含了太多的分支，但总体归类来说可以分为三类：给人看病的、给人治病的，以及科学研究的。SER 还明确地指出，给人看病的和给人治病的这两种医生未来将会改变。注意，这里并没有说会消失，而是用的改变。这个改变就让事情变得很有意思啊！其实大家也知道，这两种类型的医生在我们现实情况下，多数是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作为这个职业成就的一种判断方式。可正如前面老师所提到的，在未来以科技的影响下，学习知识、精确定位这些东西 ，AI 比人类更合适，因为他们不会犯错，他们学习的案例只要学习了，那就等于是临床了。这一点是人类永远无法做到的，但却更有效率。想想，即便是现在，大量的高科技设备已经逐渐渗入到我们的医疗体系中，不靠设备，单靠医生，已经几乎很难做到救死扶伤了。着眼将来，全息技术和 AI 技术完全将成为至于目前无法根治的，例如癌症、艾滋或者别的病毒的关键所在。那么，医生的存在在未来科技高速的发展路上，会逐渐从一个主导者变成一个使用者，再从一个使用者愈发边缘化。这或许就是为什么 SER 会说这两类医生会逐渐消失的原因了。而科研类的医生，嘿嘿，这很有意思。SER 并没有明确给出答案，不知道是不是还没有足够多的情报，但给出的推论是消失的可能性大于存在的可能性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或许还跟科技的发展和 AI 的本质息息相关。科研是基于现有的科学成功或者理论上反复进行实验，从而突破原有的设定，往着更高的方向去迈进。乍听之下，你可能会觉得拥有庞大数据和算法的 AI 似乎更加合适，但仔细想却会发现 ，AI 的数据都是历史 ，AI 的学习都是人类的产物。除非 AI 开始产生自我意识进行突破，用真正意义上的想象力去打破固有的算法成长，那么直到那天才算真正能够成为或者取代如今的科研。重点来喽，第五个职业，房产销售。其实这第五个职业真的与前面差别太大了，可为什么我会去看呢？毕竟老本行嘛，谁也挡不住这好奇心啊。根据 SER 的报告来看，房产销售不会消失，而是会发生很大的改变。目前的房产销售更多的是根据客户的意愿进行房产的筛选，推荐合适的项目，最终交给客户一份满意的答卷。可在未来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如今没有什么实用性的 3D 打印机，结合着拥有绝对运算速度的量子和 AI 分析选用的材质。一套房子在将来很有可能，你的房产销售带着你来到一片空地，根据你的交谈现场进行设计和搭建。也许只是一杯咖啡的时间，你的新家就会完完全全在你的面前建造完毕。这样一来，房产行业这条产业链中就如同作家一样，一旦中间失去了环节，甲方乙方的界限变得开始模糊，那么这个行业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。所以在未来，房产销售是可以 AI 的存在，但如果是人类在从事，那么相比如今的房产销售，未来的他们会更多的偏向设计，因为顾客不再需要通过产品去妥协自己的意愿，而是从零开始，所有的意愿或许只是按一个键，喝一杯咖啡的时间。好了，这里就是 Stephen 出入 SER 看到的一些有趣的报告，下次与大家见面，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报告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糟糕。